这头2岁半的雄狮正在被驱逐，只因它渐渐长出的鬃毛已经危及到了狮王的权威，它没有任何选择的余地，也没有和2头狮王对抗的实力。要想活命，它只能接受现实，离开这个曾经熟悉的大家庭，独自踏上求生之路。此刻，生存成了这头流浪雄狮目前需要面对的最大问题。它漫无目的地穿行在这片沼泽里，或许这片介于原来狮群和别的狮群之间的模糊地带，是它目前最好的选择了吧？就在前方不远处，原来的狮群正在狩猎水牛，2头狮王也过来帮忙了。紧接着，母狮们开始驱赶水牛，试图找到容易攻击的目标。受到惊吓的水牛群开始疯狂奔逃，场面一度陷入了混乱。然而就在慌乱之中，一头雄狮来不及躲开，硬生生被一头公水牛顶翻在地，锋利的牛角刺穿了它的肺脏。只见雄狮痛苦地躺在地上挣扎着，估计是没有生还的希望了。但捕猎仍在继续，终于功夫不负有心师，在经过不断追逐和周旋之后，狮群成功拿下了一头水牛，而流浪的小雄狮只能在远处静静地看着。那个曾经熟悉的家，如今也已经变得陌生了，它再也回不去了。看着狮群享用着新鲜的牛肉，小雄狮内心万分难受。此刻的它却只能忍饥挨饿，但它十分不甘心，那种强烈的求生欲望也终于被激发了。最终，它克服内心的恐惧，小心地下水渡过河流，准备在水牛群中搜寻猎物。但是想要在这极其危险的地带捕获猎物，那就必须得利用智慧。一旦动静搞得太大，就必然会引起不远处狮群的注意，这也会给他招来杀身之祸。突然，一头刚刚降生的小水牛引起了他的注意，这无疑是上天的恩赐。但要想赶走护崽心切的小水牛妈妈，也并非易事。此刻，小雄狮发出低沉的吼叫，开始驱赶水牛。但母水牛为了保护幼崽，也势必不会轻易离开。何况一头亚成年狮子也完全不是成年水牛的对手。双方不断周旋着，场面一度陷入了僵局。但是时间又不能拖得太久，小水牛一旦能站立，这就意味着捕猎失败就得饿肚子，而成功与否往往就在一线之间。就在这时，母水牛的一个转身给小雄狮创造了机会。只见它小心翼翼且快速地接近小牛犊，最终它成功地叼起了小牛，并迅速撤离。这对于小雄狮来说，无疑是莫大的成功和鼓励。最起码，它通过自己的努力捕获了猎物，同时也学习到了很多经验，内心的恐惧和不安也不复存在。在它独自谋生的旅程中，这也算是迈出了最为重要的一步。刚刚出生10天的小狮子被几个愣头青当成了玩具，他们无情地霸凌着小狮子。尽管小家伙疼得嗷嗷叫，可他们丝毫没有一点怜悯之心，依然在无情地玩弄着小家伙。没有了母亲的保护，可怜的小狮子会有什么样的结局呢？就在不久之前，狮群的一头母狮在隐秘的河边丛林里诞下了3只幼崽。伴随着食草动物的迁入，这也意味着猎物丰盛的时期到来了。但同时，这里也已经变得很不安全了。母狮也不得不带着幼崽寻找新的藏身之地。在藏好幼崽之后，母狮便外出捕猎。伴随着夜幕降临，它也追随着斑马群不断前行。终于在夜色的掩护下，母狮成功锁定一头斑马。但经过几番周旋，斑马成功逃脱。没能捕获猎物的母狮只能继续追随斑马群的脚步继续前行。可此时的它已经离家越来越远了。直到第2天，外出的母狮依然未归。狮群的几个愣头青无所事事，他们开始四处游荡。突然，草丛中的动静吸引了这几个家伙。没错，正是那几只刚刚出生10天的小狮子。看到这个小家伙，几个愣头青瞬间来了精神，终于找到了好玩的。接下来，他们开始玩弄小家伙。没轻没重的愣头青把小狮子叼在嘴里，然后重重地摔在地上，接着直接躺在了小狮子身上。这无疑是给小家伙来了一次重重的暴击。小家伙疼得嗷嗷叫，可又能怎么样呢？甚至这些愣头青为了争夺幼崽的归属权，不惜大打出手。这对于他们来说或许是好玩的新鲜事物，可对幼崽来说却是异常痛苦的折磨。尽管幼崽极力想要逃跑，可又能逃到哪里去呢？而此时，母狮依然在很远的地方，虽说它正在往回赶，但他根本不知道家里发生的这一切。可幼崽们依然在忍受着霸凌。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内，3只幼崽均有不同程度的受伤。对于幼崽来说，只要这些愣头青还有新鲜感，他们也就还有生还的机会。其中的2只极力逃脱，最终他们掉入河中，躲在了河边的荆棘林里。但弱小的他们体力已经消失殆尽，如果妈妈再不回来，也就真的没有什么希望了。此时，第3只小狮子依然在忍受着折磨，而这几个愣头青玩的也更加起劲了。在饱受霸凌之后，幼崽实在坚持不住了，它渐渐地失去了生命的体征，永远地离开了这个它还未曾熟悉的世界。而另外2只幸存的幼崽也不好受，它们下半身浸泡在冰冷的河水中，而上半身则艰难地扒着树枝。它们为了生存，苦苦地坚持着。终于，母狮回来了，2只幼崽也成功得救了。在安置好2只幼崽之后，也是时候解决一些问题了。
看到幼崽在自己面前惨死，母狮非常愤怒，他吼叫着宣泄心中的怒火，并且不断地靠近这些愣头青，这意味着他们在狮群的日子也结束了。只见这头狮王两眼发直，口吐白沫，血压飙升，一怒之下，他将自己的12个孩子全部驱离。到底是什么原因要让狮王如此绝情地驱赶自己的孩子呢？这事儿还要从前一天说起。外出捕猎的母狮归来之后，看到被狮群的几个愣头青活活致死的幼崽，突然大发雷霆，他愤怒地咆哮着，试图驱赶这几个愣头青。然而这嘈杂的声音引起了狮王的注意，在得知这几个货犯下了滔天大错之后，狮王顿时气得口吐白沫，两眼发直，血压也跟着一路飙升。一怒之下，狮王只能将这些叛逆的家伙扫地出门。迫于无奈，这些亚成年雄狮只能离开，因为强行留下，对于他们来说也只有死路一条。但相比之前被驱赶的那只雄狮来说，他们显然更有优势，因为有彼此的照料，或许生存的几率会大大提高。可往往事与愿违，他们被驱赶的路线却截然不同。前方远离水源，食物匮乏，这对于年轻的雄狮团体来说，无疑面临着更大的挑战。转眼几个月过去了，当初的那几个愣头青如今已经骨瘦嶙峋，团体的优势如今却成了劣势，没有足够的食物来滋养，他们渐渐地失去了以往的活力。好不容易捕获一头羚羊，短短几秒之内就被抢食一空，而没有抢到食物的狮子只能忍饥挨饿。目前的情况非常不乐观，他们不得不见到什么就吃什么。突然，前方不远处嘈杂的声音吸引了他们，原来是几只猎狗在啃食一头大象的尸体。狮子开始迫不及待地接近食物，可由于这具大象尸体腐烂严重，狮子实在是无福消受，他们太绝望了。但没办法，他们只能放弃腐肉继续前进。由于食物的匮乏，这个团体成员数量也在不断减少，他们也为自己当初的叛逆付出了惨痛的代价。当初的12头狮子，在历经了残酷的旱季之后，目前也只剩下了3头，大多数的成员都是被活活饿死，最终沦为了猎狗的食物。反观最初被驱赶的那头雄狮，在克服了种种困难之后，它反而活了下来，而且越长越帅了。在生活的锤炼之下，也渐渐地有了狮王的模样。相信在不久的将来，他也肯定会拥有自己的狮群，从而在这片土地上传承自己的血脉。最后我说2句，不管生活对你怎么样，你都要对待生活如初恋。或许在历经磨难之后，你就是村东头那个最靓的仔。